青岛妹妹，你还好吗？燕城世子，此事因你而起。若你无能，就请离他远一点。青岛，青岛，陛下，靶心之中有灵火，怕是有心之人想借此之事挑拨两国关系。臣恳请陛下终止比试，找出幕后主使。免了。我带你走。青岛，我自己可以。拿来。这是御赐的良药，一会儿便可缓解疼痛。你可知，方才我若晚来半分，你连同那件衣服都会化为飞灰。可哥哥明明知道此事是昭和公主所为，还故意纵容她，不是吗？若非如此，你怎知那燕城根本护不了你半分？昭和公主是因为哥哥才屡次针对我，哥哥倒不如与我保持距离，做回一对寻常兄妹，早日娶了昭和公主，我才不会成为他的眼中钉。你就那么盼着我娶别人？哥哥与公主的婚约是皇家御赐，轮不到清堂来指挥。但他依你而针对我，哥哥若是不早日娶她，便是把我当做他仇怨的靶子。这样的鸿门宴便会不止不休。我说过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若是你答应，即便是御赐的婚姻，我也会设法取消。青岛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，别碰我！不对劲，这临饭中肯定还掺杂了别的东西。看来他不只是让我受伤，还要我受尽羞辱，丢人现眼。别碰我！青桃妹妹，青桃妹妹留步！燕城世子，怎么，他便可以，就我不行？青桃妹妹留步！今日是我不对，是我学艺不精。我这有上好的金疮药，妹妹可拿去疗伤。你若偏要见他，我不介意让他上来看看我们这风月作态。燕城哥哥，清堂无碍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多加保重，改日我再去府上探望。妹妹若是难受，不如许我来当你的解药。妹妹倒是真厉，宁愿自伤，也不肯让我碰你一下。我心悦燕城世子，此生非他不嫁。沈清棠，今日我可以不碰你，但你记住了，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。裴宗之，我
我们是兄妹啊，你怎么能……我能，并且要定了。小姐，在家。小姐，你别吓我，大公子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裴宗之，你远比裴景明更叫我害怕，我一定得离开裴府，离开你的掌控。公子，派出去的人手来报，清堂姑娘身世如他所说一致，确实是临川的调香世家，父母皆死于瘟疫。若只是如此，那平南王为何几次三番的暗中调查他，还让他与燕城交好？哪怕掘坟3尺，寻尸问骨，也要寻得真相，不能再让任何人染指靠近他。是。见过昭和公主。听闻清堂妹妹昨日在比武场上受了大惊，身上还留了疤，本宫实在放心不下，这才想要妹妹进宫。多谢公主记挂，一点小伤，清堂已经无碍了。怎会是小伤呢？女儿家的身上留疤，可是顶大的事儿，多难看啊！本宫近日得了一批异域贡花，听闻这花的花露对灼伤的伤口有奇效，可是花露采集下来就失效了。不若本宫亲自给你试试。公主，臣女的伤真的已经无碍了。公主会有些疼，但为了痊愈，妹妹可忍着些。好，起来吧。好了，妹妹，万望这花露有效。清堂，谢过公主。昭和突发毒疹，无法见人，是你做的。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可知昭和并非西院的行路？东宫若事发，妹妹有几个脑袋够掉的？半月见不得人，可不止1000。哥哥放心，这次我做的比上次更加隐蔽一些。若只因为我是养女，身份卑贱，他便可欺我辱我。
若我只能一味的忍耐、闪躲，清堂心有不甘。如此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为何不与我商量？求哥哥帮忙的代价，清堂付不起。只要你愿意开口，无论什么事我都应你，什么事我都能为你做到。可是哥哥，你始终不明白，我并非你的宠雀驸马，我想要的可以靠自己去实现，而非依仗他人，受之掣肘。手没事儿，腿呢？脚呢？我没事了。我看看。燕城哥哥，我当真无碍，伤已经好全了。你无碍就好，都怪我害你陷于惊吓和危险之中。那日之事不怪你，燕城哥哥不必自责。你当真不怪我？那就好。我最近总是睡不好，一心想着来找你。哦，上次你说你喜欢大漠的无拘风光，我便托人做了这个，有他陪你，或许能让你开心。来，风烈追星滴弄影，双提竹电去无声。若我也能像他们这般自由自在，该有多好！燕城哥哥，多谢你，这灯我很喜欢。啊，你喜欢就好，往后只要是妹妹喜欢的，我都去为你寻来。之前老夫人只期着子期姑娘嫁入宫中，没想到这沈姑娘，怕也是不同从前了。不愧是我裴府教养出来的好姑娘，清堂果真入了世子的眼。若咱们真能与他们定了亲，更可为从之在朝中增添裨益呀。可这沈姑娘的出身家世，终究无法改变。平南王当真能同意？从之父亲还在世时，我们两家走动颇多。如今燕城世子回到京城，也该延续两家世交之情，亲上加亲才是。我父亲也是这样嘱托，所以最近多有叨扰，还望老夫人不要嫌我。府中小辈里，属清堂最为乖巧。如今姑娘年岁也大了，老夫人正筹算着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抬一抬身份，好以嫡长女的身份许个好人家呢。祖母，老夫人，何须别的人家？我心悦清堂已久，愿护她终生。若老夫人恩准，我不锐便央求父母，请他们前来提亲。如是世子，老身倒是放心，此事甚好啊。不知清堂丫头的想法呢？婚姻大事，清堂但凭祖母安排。燕城哥哥，你刚才所愿所想，可是真心？当然是真心。自那日宫门重逢，我便对妹妹一见倾心。我呢，只要认定一个人，便会金石不渝。只要你也有此心意，我定倾尽所有。祖母的意思，就是清堂的意思。真的。清堂，我定不负你。公子，今日燕城世子又来找沈姑娘了，午膳还是在老夫人那边用的。祖母何意？
老夫人打算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成为您的同亲胞妹，以此撮合姑娘与燕城世子的亲事。您一向最疼爱清堂姑娘，她能摆脱了二公子，还能许给燕城世子这样的高门贵胄，简直是一桩幸事。清堂无需许给别人，我娶她。可，姑娘自己似乎已经同意这个安排了。小姐，这看来明日是有人不想让
方才我看到你从江晚房门外走了，你都听到了。今日所见所闻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作为交换，希望哥哥不要插手我明日记名之事。沈清堂，你为什么肯选择一个外人，而不肯爱我半分？因为我不可能爱上一个弑父的恶魔。好一个我可怕我恶魔！可沈清堂，你怕不是忘了，15岁那年是谁与我共谋，让我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？我来帮你。1个月前，去王安寺祈福的路上，我们同住一家客栈。小姐，这间厢房地处幽深，怕是会有不少人住。我去向店家要些驱蚊的檀香送来吧。好，你这会儿小厮便去睡吧。香到了，我自己点上就好。好。妹妹所不知道的是，在你对门的厢房之中，
我的母亲比试，正和他外逃的情夫幽会，也找客栈的小厮要了一味香。这现在的考官玩的可真疯。那夜，小厮送香却送错了房间。客官，你要的东西。我本以为妹妹调香多年，多谢。会有所察觉，不会出事，故而不愿插手我母亲的那些丑事。哪曾想，妹妹却是失诈，中了那香。我去给你放水。陈立邦，姑娘画的是鸳鸯，还是金丝雀？鸳鸯昆禽双死，鸟雀终伏笼中。我画的是可以自由翱翔于天地的鸿鹄，无拘无束，不枉世间。小姐，公子让我把这给您，还望您能收心，别再忤逆他了。拿个破死就敢来讹诈陛下！
一把金锁，就想锁我一生吗？哥哥，求你放我出去吧，都是青堂的错，我再也不敢随意出府了。背着我偷偷溜出去，还蠢到被蛇咬，不给妹妹吃一点苦头，妹妹怎会长记性？姐姐，姐姐，燕城世子亲自来议亲了。什么？可我如今已经成不了陪府嫡亲的姑娘，他怎么会？哎呀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姐姐随我去就是了。哦，这个是母亲让我转交给你的，她心中意为求出那样的胸签，坏了你的记名而感到愧疚，姐姐千万不要怪她。此事乃是天授，我又怎会怪罪大夫人？今日世子亲自来了府中，我相信上天还是有几分垂怜于我的。嘿，只要姐姐心诚意切，一定会有好姻缘的。我们走吧。老夫人想着，既是金玉良缘，又何必拘这些繁文缛节？老夫人一直将姑娘当做亲孙女照看培养，样貌品行绝不属于任何世家闺秀。青堂在我眼中，胜却世间所有女子。子期姑娘不是也要嫁入宫中为妃？莫不如将世子与姑娘的婚事定在同日，花萼相辉，双喜临门。我自是愿意的，就是不知……好孩子，老身呐，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要是你的亲祖母还在世，看着该有多开心呢！婚嫁兹事体大，祖母和世子虽然有意，但如今我才是陪府的主人。妹妹既然也在，便表个态吧。青堂，世子，自那日宫宴重逢，我便一眼认定了你。如今你云烟未嫁，我弱冠未娶，你若愿跟我长相厮守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绝不娶儿妻。这世间情缘，多是兰因絮果，世子倒也不必急于给他这么大的承诺。妹妹还是要好生考虑，无论做什么选择，为兄都是你的退路。怎么了？承蒙世子厚爱，恭青堂无负成婚。青堂，青堂姐姐，你犯什么傻呀？青堂自知身份低微，且命前有命中待客，无法以嫡女的身份记名。我这种人，为了一己私情，却要毁了两家世代声誉。青堂不愿背负这样的负累恶名，不如知难而退，就此作罢。燕城世子，对不起。
将往有梦，神女无情。青堂既已做出选择，世子还是另选其他闺女吧。从之，我与青堂妹妹情投意合，她今日拒我，定是她受了什么委屈，有她的苦衷。世子的意思是，我裴府的姑娘还能被外人欺负？府内之人也未尝没可能。既是我裴府的家事，岂能容外人指点？方才的话我全当没听见，还望世子往后慎言。晏殊在，送客。是。竟被陈烨讨好，放开我！妹妹怎能又这样不乖？裴宗之，你就一定要彻底操弄我的人生，毁掉我的幸福吗？我根本就不爱你。不爱我没关系，生是生死，你我缘起难灭，有命无关，粉身碎骨，永不相负。缘起难灭，有命无关，粉身碎骨，永不相负。难道我这一生都逃不开他的掌控吗？喝出来的麝香味。江晚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害我？我要感谢他，给了我一个逃出升天的机会。大夫人只因自己半生机遇难平，便要拉着我一同下水吗？这支发簪是大夫人托子期相赠于我，可其中却藏着能治女子不孕的麝香。子期心思单纯，想做这件事情的人，只能是大夫人。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要做这缺德事？大夫人与裴从之多年母子离心，相增成仇。大夫人又为何因为想要对付裴从之，而对我这个无辜的局外人，做出如此有损阴质之事？何必拿出一副平白受害的模样？你在裴家那群傻子面前的精明算计，在我面前就收起来吧。你与裴从之瞒着这裴府上下，暗通款曲，又有什么理来智慧于我？我与他，跟夫人与外面的男人有所不同。青堂支持，只当他是兄长，不会与他在一起，更不会与他孕育子嗣。你找错人了，我自己都被困在这府中，还想让我帮你？若是夫人不想子期妹妹的真实身份暴露于世人面前，你最好帮我。他竟连此事都告诉你了，你们连威胁人的方式都一模一样。可笑那裴从之千方百计的想要留住你，
你却一门心思的想要离开他。裴宗之，他果然不配得到人的真心。好，我帮你离开裴家。明日我会派人出城去寺庙祈福，你便混在队伍中，随他们同去，永远离开裴家。谁？您放心，刚送来的新鲜货，水灵着呢。谁？哎呀，小美儿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裴府的小姐。小姐，来到了花楼，你就是继子。我请你好好服侍大爷我，你能少受点罪呀？你谁？阁下方才救了我，想必是与那浪荡之人有所不同。我是裴府的小姐，若是求财，救我出去之后，多少钱财都可如数支付。没想到会让你遭受这无端的羞辱。雅千雪，真的是你把我劫至花楼，又是你的计谋吗？怎么敢做不敢认？你这么做只会让我觉得你恶心。你走吧，即便是烂在泥沼，也不用你假意来救我。不是我，青桃，青桃，青桃，我来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怪我不好。是我自己命不好，变成世子，以后莫要再来寻我，全当是从未认识过我吧。你可是怪我没有护好你，所以才受了这般委屈。我今日流落花楼，青玉注定会被毁。我配不上世子，世子应当去寻一个门当户对的清白姑娘。在我眼里，妹妹就是这世上再清白不过的姑娘。女人的清誉，从来就不在这罗裙之下。燕城，没事了。今日的遭遇，你若不想说，我永不过问。但我燕城就一句话：只要你心中有我，我燕城此生非你不娶。没事了。
姐姐回心转意便好。能嫁给燕城世子，是皇城多少女子求之不来的福分啊！他待你真心，你便珍惜，切莫因自轻错失这良缘。听闻姐姐去了趟望安寺，中途改道去了哪儿，受了风寒。我没事了。姐姐要精心调养着，万不可影响成婚啊！我当真是心疼姐姐，但平南王府本就是君胄世家，对门楣身份没京中权贵那般在意。姐姐嫁去他们家，是顶好不过的归宿。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被掳去天水巷花楼，影响成婚。去平南王府，不只是好归宿，更是能救我摆脱囚笼的生路。明明是我先看上的，祖母却同意她嫁给一个外人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居然还惦记着那个小贱人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个疯妇，放这么点！你敢为了他打我？打死你这个疯女人！沈清堂这个小贱人，都要嫁人了，还苟着裴景明不放，我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一遭。我丈夫在燕城世子手底下当差，这2日同我说了一新密趣事。咱们府沈姑娘在去望安寺途中被掳到了甜水巷花楼，还是燕城世子亲自带人救出来的呢。哎，你别胡说！若是咱们姑娘真落到过那种地方，那平南王府怎可能还来下聘礼啊？许是世子被他勾了心窍，也不一定呢。属下派去灵川的人来报，清堂姑娘的母亲，并非死于瘟疫，其颅骨处遭受重击，骨骼碎裂，瘟疫只是掩盖其死亡真相的托词。另外，在沈夫人的身上还发现了这只发钗，果然是前朝所制。据说是前朝皇帝淑妃之物，仅此一指。若前朝皇帝病逝之时，将宝藏藏匿之处告诉过淑妃，那平南王为何暗中调查清堂？为何纵着燕城接近清堂？便有了答案。清堂的身上定藏有宝藏的线索。采薇，帮我擦身吧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不能这样。那这样，裴从之，花楼、金印，我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但你如果现在非要迈出这一步，我定会与你玉石俱焚。明日，我的准夫婿是燕城，不是你。你那准夫婿，可如你我这般亲昵？如我这般，知你身上悄悄藏着一朵紫青。藏？你说藏？我身上的刺青自小便有。若你我真的有过肌肤之亲，怎会此刻才注意到？裴从之，你骗了我！妹妹如今才知道，倒不算晚。沈清堂，那晚你虽中了内香，但真相却是……你可看清楚了，我是谁？
难寻来，无影也无踪。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，再回首看世间闹哄哄，是悲是喜，青堂，是转念成。小薇，还有多久到？快了，过了这个路口就是平南王府啦。一定要顺利。新娘子到！采薇，小姐莫急，我去前面看看情况。这裴府可要颜面扫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平南王府退婚了。不可能！燕城世子向我裴府下了聘书，许我家小姐明媒正娶之诺。平南王府凭什么出尔反尔啊？我们要见世子。沈小姐做下什么你们不知道？沦落到甜水巷的女人，如何配为世子妃？赶紧走！真的是，这姑娘可以这5年家的名声这么毁了。闺女。小姐，他们不让我们抬轿进府，
说是要退婚。沈姑娘还是请回吧，退婚帖不日便会送去裴府。我与燕城世子约好了，今日成婚。他亲口求娶，即便是不娶了，我也要等他出来，亲口与我说明。好。岁月无声，看花开花落几许。庭院深深，藏多少忧伤不羁。见过众生，见过天地，而为何今日这亲事，不曾见过非平南王不娶，而是我裴府不嫁。日后，若是我再听到有人敢妄议此事，休怪刀剑无眼，惹祸上身。谁的身影忽远忽近，被蛊惑的心回家，看得仔细。跟我回家。如何甘愿困在这场梦里？如何转身逃离？还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？穷尽我好奇，如何怪你怨你恨你念你？如何把你抱紧？多怕一粒春风惊醒了回忆，梦过不留痕迹。我已经声明，是我裴家不愿与平南王府结亲，退了婚事。凌波不渡，四溪障泥。哥哥以流言毁我清白在先，又偏要为我挣几分薄面，还真是好算计啊！这一局是我输。你真的以为我会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？我所有的挣扎，在你眼中都很可笑吧？我怎么会觉得你可笑？妹妹。
一根的扒去，将你全身的傲骨一根根的亲手敲碎。大宋之，你就真的宁愿寻死，也不肯应了我？哥哥总以为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可是这世上有些事情就是至死也不会如你所愿。沈清堂，你可以讨好所有人，为什么不肯顺着我，爱我半分？或许因为我跟哥哥是一样的人，一样的坏，一样的睚眦必报，一样的算计人心。我们这样的人怎配谈爱？所以，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是吗？我们之间从头到尾
都是错。我知妹妹心冷绝情，可以在这个世上没有半分牵挂。说若有一天你真的敢死，你所在乎的人，裴子期、蔡薇，还有你心心念念的燕城，都将为你陪葬。即便是错的，我也要留你在我身边。生相违，死相依，生死不相负。公子是怎么了？无事。是青堂姑娘吗？您还没与她说清。白日里的流言不是您干的，甚至白日里您还为了她跟老夫人起了那么大冲突。公子也是一番苦心，为何不让姑娘知道，还生了嫌隙？在他眼中，我所作所为皆是卑劣，又何必让他懂我？只是此事一出，日后沈姑娘在裴府的日子，怕是更不好过了。流言一事，你去查查，到底是谁？是。喝水。来日方长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为了一个女子垂头丧气，成何体统？什么体统？什么来日方长？我若去了边境，必定3年5载，我哪还有机会再见到青堂？我看你就是个阿斗脑袋，10几年的兵书都白读了。《孙子兵法》36册，第8册。背。我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父亲，您是允我和青堂私奔啊？好了好了，稍安勿躁。眼下你娘盯得很紧，你须得过些时日才能回来。是，父亲。小姐，他们欺负人！谁欺负你了？我是心疼小姐。这几日我们去老太太那儿成婚定亲，她是日日不见。现在账房又要克扣咱们的月钱，哪有这么不给人活路的呀？那流言的事情又不是您的错。是啊。还有那大公子，平白无端的送2个门神过来，难道他也不相信小姐，不想让你离开这仙雪院吗？采薇，若是他不派人过来看护，我们这仙雪院，说不定哪天就会传出我蒙羞自缢的死信来。小姐，咱们离开这裴府吧。谈何容易！
裴从之，你派人看护着，让我死不了，却也不多一份帮助。你是在等我先低头去求你？采薇，我想要配一副可以安眠的沉鱼落雁香。你那儿还有备料吗？有，还有很多呢。好，那就孤注一掷，全都用上。采薇，把他们捆去偏房，再放出风声，就说我们贤学院已经被裴府长家人彻底抛弃了。沈清堂，沈清堂，小姐已经去了。大夫说气息全断，回天乏术。逝者为大，还请大公子不要再惊扰。滚！沈清堂，我们谈谈。再过1炷香的时间，给你发丧的人就要来了。倘若你还不醒过来，我不介意让大家知道我们俩做过什么。我更不介意让他们再看点自己的东西。裴宗之，不装了，利用假死来离开我，这便是你的选择。
与其一边受尽屈辱，夹缝求生，一边又是你步步紧逼，被当作砧板鱼肉，我宁可舍出性命去死。你这些手段，骗骗外人也就算了。妹妹生于灵川，金江带湖，自幼水性极好，长于调香世家。调一味归西假死的药，并不难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我？记住方才的恐惧，沈清堂。一旦我再发现你要试图逃离我的身边，即便是你真的死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妹妹是知道的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说你去招惹他干嘛？你要害死我！我错了，我求你，我不该动青堂妹妹，我求你，我求你看在我怀着裴家骨肉的份上放过我。掌掴他的是右手，把他按下水的手又是哪只手呢？住手！孽障！你这是想要裴家绝后吗？你若执意要杀，就杀老身好了。他要杀沈清堂，不过是一命抵一命，很公平。这人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若执意想要为他讨个公道，我依你便是。从今往后，天水巷之事，府中谁也不许提起，绝不会有任何人再刁难于他。这样你满意了吧？好啊，就依祖母所言。不过，贱婢行路，谋害家人，裴景明任由杜父为虎作伥，罪犯不查。从今日起，去庄子上思过，非死不得再踏入裴府半步。你你也不是一个要求死的人，为何不好好喝药？兄长先前的交易可还算数？是不是只要我答应做你的女人，你就可以满足我一切的要求？一切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所有害我的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行路的惩罚还不够，那不如这样，加上他腹中的孩子，1尸2命，够不够？哥哥何必装傻？你我都知道，想让我身亡命陨的另有其人。
果然是亲疏有别，流着一样吃人的血，才能够成为一家人。嘴上说的再好听，我想要的，却一件都办不了。日后，我会用别的东西来补偿你。不必了，因为我想要的，永远是你给不了的。沈清堂，你一定要这样惹我不快吗？是你将我拉入了深渊，你竟然还敢奢望我来爱你，哄你开心，给你圆满。你受伤了，快去帮我找一些治伤的药来。你别在我这儿，要死，去别的地方死去。让你失望了，这些伤还死不了。小姐，老夫人来看您了。你快走，不能让祖母看见，快走！我不。清堂见过祖母。我知道从之护着你，但西院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。你该劝着从之，一家人别再追究了。怎么了？清堂没事，就是昨日受了寒，现下有些腿痛。不过祖母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你早些歇息吧，改日我请宫中的大夫来给你瞧瞧。清堂，谢过祖母。啊。出去。伤太重，行动不便，今晚我就留宿在这里。裴从之，别动，就这样，一夜就好。就算你我此时同床共榻，心却永隔着千山万水，有什么用呢？醒了就尽快离开吧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。看来伤口还是疼得轻了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昨夜我说的承诺还算数，我不想失去世上仅剩的家人。你还有何所求？若想好了，随时告诉我。我想回灵川，过回8岁之前没有来到皇城那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有你，无你，我都情愿。又是一件办不到的。罢了，你走吧。
让我想一想。晏叔，在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辞官了，去过闲云野鹤的布衣生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是，公子，您不会在说笑吧？朝堂少不了您这样的股肱之臣，裴府还要依靠您当家兴业呢，您怎么能走呢？说笑而已。吩咐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甜水巷的事已经办完了，果然如您所料，平南王虽然已经离开，但在城中留了许多耳目，伺机混进裴府，都已经处理过了，不会令平南王那边起疑。平南王拥兵自重，狼子野心。他的目标是沈清堂身上的藏宝线索，找个妥帖的人看住他，不要让他离开这里。是。至少在这个裴府，我还能护他无虞。老天爷开眼了，成亲了，成亲了！怎么了？甜水巷新来的花魁游街，据传她的相貌跟小姐十分相似。如今大家都传言说当初是有人看错了，将她认成了您。唉，现下小姐的污名终于能够洗清了。难得老祖宗生辰，好久没有放天灯喜宴了。妹妹今日在宫中过得可还好？你还想着关心我？我虽在宫中，却听闻你与燕城世子因为流言失去了好姻缘。今日呢，是大哥特意向楚君求情，我才能回家省亲，陪你说说话的。大哥待你真的好好啊。待会儿这祈福祝词呢，你可得比别人多写几句。裴从之，我们来这些年，你对我的无度偏重，若是永远只在兄妹之间，该有多好。多谢公主专程来府中为我庆寿，日后与从之成了婚，住进了府里面，便是一家人。可谓圆满了。若是日后成了婚，从之的长辈便是我的长辈，昭和定是要将老夫人接入我公主府中享清福的。老身多谢公主记挂。不过从之孝顺，又兼爱兄弟姊妹，总是想着要把所有弟妹终身大事安排好，才肯放心与我成婚。老夫人，香堂妹妹此前虽与燕城世子错过，但少女韶华易逝，也该早早为她安排下一桩良缘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可大公子极为爱护清堂姑娘，那些上门求亲的贵胄，他是一个也瞧不上呢。那不如交由我来安排，让皇兄给妹妹赐一桩情不可却的好婚事。好啊！小姐，是燕城世子。
青桃妹妹，退婚非我本意，得知你受欺辱，更是日夜难安，苦心筹谋。若你亦有心，今夜虚实于东间，你我私奔，从此天高海阔，白首不渝。在干什么呢？这般慌张，可是藏了什么好东西？方才画天灯时，一时没注意，手上沾染了墨汁罢了。这上面的祷文尚未写完，哥哥若是得空，不如帮青堂添几笔吧。由我带你祈愿。看来你不与我置气了。今日是老夫人的寿宴，青堂不是那般小气之人。这灯上的词，我不喜欢。裴从之，你疯了！你应知道，这便是我心中所想，别无他求。我的要求，你无疑能够做到。况且，你跟昭和的婚期快到了吧？你的所求，这些时日，我有认真考虑。我会竭尽全力完成你心。我虽现在不能陪你回灵川，但这只发簪是我从灵川寻回的，属于你母亲的遗物。亲，还有这个簪子，看来是被这个碗。但是多好！你看，能飞上去吗？好高啊！这里可不是任由你肆意妄为的公主府。好一个兄友妹恭！裴从之，本宫来你府中，不是看你与那破落户上演郎情妾意、私相授受的戏码。这不是私相授受，我会把它变成正大光明。你什么意思？今日下旨前，微臣已经向陛下请求，取消你我二人的赐婚。什么？你怎么敢？这不可能，关乎当朝公主颜面，皇兄断不可能答应你如此荒谬的要求。公主是觉得自己的千金之躯和颜面能值几钱？能比得过微臣这几年的奔走换来的藩邦10年岁贡、邻国休兵止戈吗？你不过是一介皇家走卒，竟妄想蚍蜉撼树与本公主叫板！公主若不信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好，那就看是你的退婚快，还是皇兄给沈清堂赐婚快。